欢迎收看天桥下，我是木之编。今天要改编的故事是灰姑娘。话说灰姑娘的妈妈死后，她爸爸又再娶，但她爸爸常年不在家，家里只剩下灰姑娘、继母和继母的2个女儿。每天灰姑娘都得做很多家事，因为工作繁重，经常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，所以邻居都叫她灰姑娘。灰姑娘的家就在皇家大道上。国王和其他皇室成员出城时，一定会经过他们家。灰姑娘听说王子长得英俊潇洒，于是经常留意王子要出城的消息。她把王子所有公差行程、所有可能出现的时间和地点都详细记下。王子经过她家时，她会碰巧在门口扫地。王子在巡视河川水道时，她会刚好在河边洗衣服。王子到商店街采买时，他会在杂货店买食材。总之，只要王子一出城，他就会碰巧出现。他也总是幻想自己是被困在塔里的公主，等待王子来拯救。有一天，灰姑娘天还没亮就拿着刚洗好的衣服到屋顶晒。她今天比平常早了2个小时，因为王子今天要出城打猎。灰姑娘的眼睛一直盯着皇家大道的尽头，不敢移开视线。他一直盯着看了10多分钟，果然看见王子带着10多名侍卫骑着骏马出现。远远地，他就从服饰的不同找到王子。当王子更靠近一些，灰姑娘便看清楚王子金色微卷的头发、浓密的眉毛和眉毛下坚毅的眼神。王子英俊的脸孔让灰姑娘一眼就爱上。为了更接近王子，她急忙跑下楼。冲出门外时，王子正要经过他家。王子看见了他，四目相交的2人让时间都慢了下来。王子从马背上帅气跳起，使出一个左侧后翻转体720度，然后在灰姑娘面前完美落地。王子一手扶起灰姑娘的下巴，灰姑娘害羞的不知所措。没想到幸福来得这么突然，她闭上眼睛准备迎接自己的初吻。王子的呼吸有点喘，难道这也是王子的初吻吗？灰姑娘昂起下巴，向前吸了口气。王子身上有股青草味，是经常在森林打猎的关系吗？灰姑娘摸了摸王子的脸，王子的脸有点长，比看起来还长。灰姑娘的嘴唇一阵湿润，她兴奋的全身颤抖。但是王子的亲吻有点湿，他左边脸都湿了。他睁开眼，一张马脸在他面前填满了他的视线。王子的马又舔了他的右脸。王子一行人看着一脸口水的灰姑娘大笑不止。灰姑娘拉起腰上的围裙盖住自己的脸。当王子他们离开后，她才拉下围裙，看着地上水桶里的自己，一脸的马口水，身上的衣服也泛黄破旧。她叹口气，回到楼顶继续工作。当继母发现灰姑娘经常为了王子而忘了工作，便让她做更多工作，甚至不让灰姑娘有机会接近王子。但是灰姑娘迎来了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。国王要在王宫举行选妃舞会，所有年轻的未婚女孩都可以参加。灰姑娘心想自己的梦想终于要成真了。她兴奋打开衣柜，拿出她母亲最后买给她的衣服。那是一件粉红色的洋装，袖口和裙摆有好看的蕾丝。她拿着洋装来到镜子前看呀看，她的继母却突然来她的房间，要阻止她去舞会。2人发生拉扯，把粉红色洋装都扯破。继母这才满意的离开。灰姑娘难过的哭了起来。突然，她的衣柜里射出一道光，一个慈眉善目的神仙教母出现在衣柜里。神仙教母说：“好孩子，别哭，我是你的神仙教母，我来帮你解决你的烦恼，别哭好吗？”灰姑娘点点头。神仙教母说：“但你能不能先拉我一把？你的衣柜太窄，我卡住了。”神仙教母看了看灰姑娘，说：“漂亮的孩子，让我为你定做漂亮的衣服吧。”说着便挥一挥魔杖，念了句咒语。金色的汤里有只瞎眼蟑螂在洗澡。念完咒语，灰姑娘的周围飘起烟雾，灰姑娘惊讶不已。待烟雾散去后，她身上的旧衣服变成了小丑装，
神仙教母连忙道歉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搞错了，再一次。”在水中蹦蹦跳跳的蛇最爱的东西是海苔饭卷。接着又是一阵烟雾，这次变出了老虎桩。神仙教母又念了一次，变出了铁锤桩。他一连念了10几遍，房间里面已经烟雾弥漫，2个人被烟呛得跑出房间。神仙教母气喘吁吁地说：“我不行了。”灰姑娘拿了椅子给他，并给他一杯水。神仙教母皱着眉头说：“今天是我的测验日，要是我没办法给你变出一身漂亮的衣服，就会被取消神仙教母的资格。”灰姑娘安慰他说：“那真是太糟糕了。”神仙教母说：“那还不是最糟的，最糟的是我就只能做些打扫工作，每天洗衣服、清壁炉、扫地、煮饭，很惨的，你知道吗？”灰姑娘说：“那不是我每天在做的事吗？”神仙教母愣了一下，说：“那不重要，重点是我没办法给你一件漂亮的衣服。”这时，灰姑娘从神仙教母半开的包包里看到一本咒语书，她指着书说：“你不是有本咒语书吗？”神仙教母说：“是的，孩子，可是我不认识字啊。”灰姑娘说：“没关系，我念给你听。”于是神仙教母在灰姑娘的帮助下，成功的帮助了灰姑娘。当灰姑娘乘坐南瓜马车到了宫殿外时，舞会已经开始。她大步走进宫殿，到了宫殿门口，却又犹豫地停下。她担心自己身份太平凡，外表不够漂亮，恐怕得不到王子的青睐。但想想神仙教母为她精心打扮，可不是为了让她呆站在门口的。灰姑娘鼓起勇气走进跳舞的人群，她一进场便吸引所有人的目光，包括她的继母。她一身华丽的紫色晚礼服，脚下一双晶莹闪亮的玻璃鞋，和她天使般的脸孔让人惊艳不已。此时，王子正和富商的女儿跳舞，一看见灰姑娘便停下脚步。富商女儿因而重心不稳，跌倒在地上，她也不理会，只是径直朝灰姑娘走去。继母捉住灰姑娘的右手时，王子也正牵起灰姑娘的左手。继母眼看无法阻止灰姑娘，只能默默地退到一旁。随着音乐响起，2人也跳起了舞。王子和灰姑娘说话，灰姑娘一方面害羞，一方面不想坏了气氛，于是摇头不说话。2人默默地跳了一晚上的舞。当午夜的钟声敲响第1下，灰姑娘身上的衣服悄悄地褪色，精美的装饰也慢慢消失。原来神仙教母的法力维持性只能维持不到5个小时，超过时间可能变回原形。但这么重要的事，神仙教母却忘了告诉灰姑娘。眼看身上的衣服就要变回平常穿的破旧衣服，灰姑娘便头也不回地跑出宫殿。半路上掉了一只玻璃鞋，她也来不及捡，直接跳上马车就离去。她从南瓜马车里回头，看见王子也跑出宫殿，手里还拿着他掉了的玻璃鞋。和晚礼服不同的是，这玻璃鞋非但没变回灰姑娘的布鞋，反而有了自己的灵魂。隔天，王子便带人四处寻找灰姑娘，他让人试穿玻璃鞋。奇怪的是，看起来尺寸一般的玻璃鞋，却没有人能穿得下。王子知道只有鞋子的主人能穿，于是宣布，只要谁能穿得下这只玻璃鞋，那就是他要找的人，他将娶她为王妃。王子一直到第3天才找到灰姑娘家。灰姑娘正要试穿玻璃鞋时，却怎样也穿不下，鞋子似乎还发出抵抗的声音。眼看灰姑娘都快磨破皮，玻璃鞋说话了。他说：“灰姑娘，我是为你好，你不能穿上我呀。”在场所有人都惊讶于玻璃鞋会说话，但灰姑娘更惊讶她说的话，于是问她：“为什么阻止我穿？你明明是我的鞋。”玻璃鞋说：“这3天来，我一直在王子身边，相信我，他跟你想的不一样。”灰姑娘说：“你到底在说什么？”玻璃鞋说：“你以为的王子是英俊潇洒、风度翩翩，但事实不是这样。”王子听到大声说：“这只玻璃鞋被施了巫术，大家别听他胡说。”玻璃鞋继续说：“我说的是真的，
大家以为他和蔼可亲，心地善良，但私底下他不是这样的人。他只对漂亮的女孩才会和蔼可亲，对其他人都非常苛刻。他也经常骚扰漂亮的宫廷侍女，甚至对佣人无故拳打脚踢。大家因为他是王子，也不敢说什么。听到这里，王子一气之下拿起玻璃鞋砸在地上，玻璃鞋瞬间被砸成碎片，和玻璃鞋一起破碎的还有灰姑娘的心。不料碎了的玻璃鞋自动组成一片镜子，把王子见不得人的一面都展现出来。王子想把它踩碎，却怎么也踩不碎了，只得气愤地离开。王子离开后，继母告诉灰姑娘说，她自己早就知道王子的为人，所以一直阻止他和王子接近。3年后，灰姑娘开了家清洁公司，底下有10多名员工。这时，穿着工作服的灰姑娘来到香水店，她迅速分派工作给3名负责打扫的员工。她看到窗外一个穿着破烂的男人正拉着一头驴停在外面，她一眼就认出了他。香水店老板走到灰姑娘身边说：“3年前那件事之后，国王生气地把他赶出王宫。王子什么也不会，而且人民知道他的真面目后，也不给他工作机会，他也只能捡一些别人不做的工作来做，经常食不果腹。”王子望向香水店里，似乎看到灰姑娘，他立刻别过头，牵起驴子继续走。灰姑娘在回自己的公司的路上，经过一片树林，3名蒙面土匪从树后跳出来拦下灰姑娘的马车。土匪命令灰姑娘一行人交出财物，灰姑娘于是把自己装钱的包包交给土匪。其中1名土匪见灰姑娘貌美，就想连她也带走。这时，树林的另一边突然鼓声大作，土匪一听便立刻逃走。当土匪离开树林时，树林里一个背着鼓的男人走出来。灰姑娘没想到那人竟是王子，王子也没想到他救的人会是灰姑娘。王子说：“你没事吧？”王子一说完，突然头脑嗡嗡响，那3个土匪竟然跑回来，还一拳打在王子后脑勺，并大骂：“臭乞丐，敢坏我的好事！”王子立刻起身，并捡起一只树枝回击，完全无惧于3名持刀土匪。最后，王子成功打跑他们，但自己的手臂和后背也各中1刀，所幸伤口不深。灰姑娘在马车里为王子包扎伤口。灰姑娘说：“真没想到会是你来救我。”王子说：“以前不懂事，犯了很多错，我这么做只是希望能稍稍弥补以前的过错。”王子虽然看起来像乞丐，但他说话的时候眼里还有光，而这光芒是温柔的。灰姑娘从这双眼里又看见3年前骑着骏马的王子。灰姑娘说：“只要你真心改变，别人会看见的。”后来，王子为了更有效地打击犯罪而加入警队。1年后被升任警长的那一天，灰姑娘答应了他的求婚，而那一面玻璃鞋变成了魔镜，就挂在客厅墙上。由于魔镜无所不知，帮助王子破了许多案，王子也重新得到人民的信任。好了，灰姑娘的故事就说到这，喜欢的观众欢迎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我们下次见。